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北京打造了地下核帝國哦，包括了這當中有很多軍事的層面。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特別幫我們做分析。這當中比較特別的地方有伸縮飛彈井震撼現身，還有八邊形的這種核地堡曝光。美國衛星哦拍到之後，真的是越拍越害怕。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西方最害怕的，我們要來看到是北京正在打造一套前所未見的地下戰略核體系，那它主要是在中國大陸的西部這個地區，包含的範圍，等一下我會慢慢看到，從內蒙古到新疆到甘肅，等於是3大步驟、3大地區一起來同步做強化。好，第一個地區我們剛剛提到的內蒙古，現在我們要來做關心。中國大陸在這邊打造一個新型的地下快速打擊基地，這個是什麼呢？也就是在內蒙古這邊的一個飛彈測試基地，它出現了一批呢特殊的加固式的發射設施。它最大的特徵，等一下我們也会來特別看一下，它是這種從側面可以開啟的、側邊可以開啟的矩形伸縮式的頂蓋。美國智庫做了一個分析，這一款打擊基地最不一樣的地方、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這邊是用來部署中程彈道飛彈的，還有呢巡弋飛彈的，甚至是極音速武器，成為新一代非常重要的一個打擊平台。這是第一個位在蒙古的一個打擊設施。第二個我們要來關心到的第二個系統，就是位在新疆跟甘肅的地下核反擊網路。我們從這個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體系，範圍呢綿延數千公里哦，而且外界推估說，這當中至少裡面有80座相關的發射平台，所以它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廣哦，是一個等於是一個網路的核設施。那專家特別做分析，這一款網路的地下反擊設施之所以可怕的原因，是因為呢，北京打造的不只是飛彈基地而已，這一套是說，如果你遭到第一波攻擊的時候，仍然可能使用第二波的核打擊力道來去打擊對手，所以這是第二個。第三個我們要來看到是北京已經做了將近20年的持續強化的這個叫做地下核長城。地下核長城它的特性就是說，它的隧道長度長達5000多公里哦。那麼呢，在這當中，在它底下的這些設施，不只是隱形的飛彈而已，還有不只是隱藏的飛彈而已，還有這個飛彈在地下可以隨時做部署，然後轉移，甚至準備發射等等，這一套系統哦，恐怕是比這個美國打伊朗還要更可怕的一套新的系統。酈將軍怎麼看中國大陸的3套部署？孫子兵法說哦，善攻者動於9天之上，善守者藏於9地之下。哈，這個只要我們從美國這次攻打伊朗，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雖然說這句話我們老祖宗在2-3千年以前已經講了，可是驗諸於這次美國攻打伊朗。伊朗將它的無人機還有它的這個飛彈都藏在它地底的洞窟裡面哈。這個美軍雖然說發動了大量將近上千枚的戰斧型巡弋導彈，還有空中的這種打擊，可是到最後我們證明哈，這個伊朗來講的話，它損耗的彈道飛彈或者是無人機哈，大概只損失了30%，它保有70%的戰力哈。所以說藏於9地之下哈是必然的一件事情。當然，這分為2個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這次在內蒙所發現的這個美國所看到的這些基地，這些發射井來講，極可能是這個所謂東風26、27哈，或者是東風21等這幾型的戰術型的巡弋導彈或者是彈道飛彈，而不是洲際彈道飛彈，因為它的發射井比較淺哦，不像是這個東風5哦那種洲際彈道飛彈來講的話，發射井比較深。可是這批來講的話，當然如果說它也可以用車輛來機動，可是你車輛來機動，畢竟你平時存儲的地點還是在地面表面上面，還是有可能遭受到敵人的這種攻擊，所以他會把它藏到地底下。那如果說直接藏在地底下，是不是藏在地底下直接發射就好？我們看到這個基地，它不是只是一個發射井，包括周邊的這種雷達站、天線、防空武器，還有制導，還有這個電子參數啊，部隊食衣住行都是在這個地方，所以它很明顯的是一個基地的位置。那再來，我們看為什麼選在內蒙古這個地方，就有它的訣竅。如果說我們以東風26哈，我們號稱是
關島這個塊地嘛，哈，這個如果說以它的作戰半徑4000公里來講的話，你看看從內蒙古這個地方為圓心，然後這個4000公里為半徑畫一個圓的話，你會發現，包括從日本本島哈到這個琉球群島，到這個包括我們台灣哈，甚至於到南海，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所以選這個地方，就我們軍事來講，叫中央位置，是在軍事上武力部署很重要的一個地形要點。我可以部署在這邊，而且這裡邊我們都知道，中國在西邊來講是山勢比較多嘛，包括太行山、燕山哈這些啊，甘肅這邊也有很多的河西走廊，都是很多的山脈。那事實上，它這地形複雜，並不亞於伊朗地區，所以在這邊構築堅固的地域的這種陣地，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新疆、甘肅這個地方做的是洲際彈道飛彈，當然你可以說發射井會不會被敵人所攻擊呢？因為它陣地可能是固定在那個地方。不錯，它陣地雖然固定了，可是它底下現在來講已經構成了所謂的核子的這種核彈的一個長城，有將近5000公里，它可以隨時在地底下隨時機動，隨時變換陣地哦。那你就算是敵人想要攻擊這個發射井，你要很巧妙的剛好從這個洞口裡面打進去，才有可能對這個發射井造成破壞。但是以現在導彈技術來講，是不是很精準？沒錯，可是可不可以精準到直接從這個洞口打進去？我覺得很難。而且你打進去之後，這批導彈是不是就剛好存在那個發射井，也是很大一個問號。因為它在地底下隨時可以變來變去嘛。那我們從這次這個美國跟伊朗的戰爭，我們就可以看，就可以这個認定一件事情：雖然藏在地底下是長久以來這個古老的保存戰力的一種方式哈，可是從伊朗這次它能夠保存到70%以上的彈道飛彈還有無人機，代表說這種古老的戰術在戰時的時候，還是對保存戰力來講還是非常有用的。好，所以盧將軍特別幫我們看到了這一批這些保存在地下的武器，能不能透過精準打擊就去摧毀，這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其實困難度是非常高的。因為我們也要特別來看到說，真正困難的就是說你找到位置之後能不能摧毀，但是摧毀有它的難度，原因又是什麼？包括第一個，它的真假發射井有混合做部署，剛剛將軍特別幫我們提到。再來就是它的地下坑道彼此是通聯的，它是可以隨時機動轉移的。第三件事情，它周邊同步建立完整的防禦體系，包括了有防空飛彈、電子戰、雷達跟指揮系統等等。聶老師怎麼看 ？OK， 中國大陸有一個在地球的外面看得到的一個重要的東西，叫做萬里長城。它有2萬多公里了，當然比這個長，但是地下要做不容易。地下核長城可以做到5000公里，這已經讓人驚為的這個嘆為觀止。好，那我們知道長城呢有很多，你知道走的時候會動不動就會有一個集結在一間的一個方形的一個窟窿，那個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他們的這個哨崗，有沒有？這哨崗呢，你在100公尺或200公尺裡面就會有一個，所以當時會有叫做烽火相連，有沒有？它裡面很重要，也就是每一個崗呢，只要敵人來了的話，它就怎麼樣成通訊啊，或協同啊、作戰啊，甚至一些機動性呢，整套的完整性就會怎麼樣？所有的兵節就會集結。那麼我覺得中國現在內蒙所做的所謂的地下核長城也做到了這種基本上是完整的機動性啊，但是協同性、甚至通訊、地下通訊都做到很完整。那我先講到另外一個，也就是它掩護的概念，就是說剛講的這8邊的這個所謂的發射井呢，那就我這個在資訊上所看，它是一個伸縮井蓋啊，它可以隨時變化，讓你都看不出它是真或假。那各位想想看，在伊朗當时還做了一些假飛機，讓這個很多的不是美國去炸的時候，炸的下面是一個假飛機，你知道？那是一個讓人家的一個叫地形的掩護的這個錯覺。那麼中國呢，其實我覺得他們在智慧眼裡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厲害，而且他們做的是好幾個讓你有真有假，又很多個部署，讓你會害怕。我現在要講的是，實際上我據我所知，在2017年啊，那當年也就是啊，我們講說他們有一個就是解放夢啊，就是第3個百年夢2027嘛。10年前他們在內蒙古有很重要的軍演，那個習近平當時坐在軍車中呢，就在那裡呢，這個旋轉的時候就已經布達了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對他們所謂的那個所謂的導彈的一個布局。這個布局呢裡面，據我所知非常可怕啊，就我認為它有多種的東風系列的這個所謂的導彈的飛彈，這裡面包括了有所謂的東風17、東風21。據我所知，井裡面很多埋的就是17和21，這屬於什麼？屬於中程的導彈，大概都在1000多公尺到2000多公里之間的射程。那當然這不是威脅美國的，可是裡面最重要的有東風41。
東風41很可怕，我認為的可怕就是它的洲際到多遠呢？都有1400到1500公里。各位想想看，我們的北京到舊金山才多少？才9000公里左右啊。但它是1萬，我講這個1萬多公里啊，很可怕。那也就是說，那如果說你今天從這個到洛杉矶呢，也差不多是9000多1萬公里。所以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它的射程是可以打到洲際，打到美國的。那當然它必須要很掩護。還有一個中遠程的，當時在青海試射過。我這邊所看到，你剛剛講到有這個新疆嘛，有這個甘肅，還有你也忽略掉青海也是有的。當時呢有2個地方同時在異地意時哦，青海的先發射26東風26，然後呢浙江發射東風21D，在2020年的8月26，同時精準打擊到一個浮游的一個標靶，也就是它用地對艦的射也精準。我覺得之前中國在布局他們的導彈是非常厲害的。我相信最近大家也知道，台灣講的所謂的巨浪2啊3這個概念，就是建設的這個導彈也是一樣，甚至很多的國際在歐洲去買了中國的紅旗的所謂的地對空的防空導彈。我覺得中國在這個地方花了很多的心力，因此在布局這個地方也必須要掩護隱匿良好。那當然，他們生活都在東邊，所以北邊、西邊空地也比較多。他們布局了非常多的軍事，他們的未來的設施，我覺得他們在穩抓穩打，步步為營。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一系列針對這個核打擊能力的這種攻擊性的武器。當然了，中國大陸也從近期我們看到國際上面發生了2場國際的戰爭當中學到的經驗，包括了俄烏戰爭，還有中東的戰事。他發現說，能源的儲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包括電力啊、油庫等等。所以另外我們也來看到中國有這種防禦性的這種計劃，就是他要做的新一代的地下長城計劃。所以呢，他要把哪一些設施、戰略物資給放進去呢？我們看到 CG 包括了油氣田、大型水力發電站、稀土能源設施、它的國防工業基礎建設等等。那這個長遠布局是未來要打中美大戰嗎？楊老師怎麼看？其實，當然從伊朗戰爭我們得到這樣一個經驗，但更早，美國在打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它其實就是用幾套玩法。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精準的轟炸，而且甚至可以用所謂的叫做這個碉堡殺手，然後呢可以深入到地下，在中東這樣一個乾燥堅硬的這種情況，它深入到地下甚至上100公尺，然後能夠達成它轟炸的目的，而不是用核子武器。那第二個呢，當然它的先發制人，美國人喜歡先發制人啊。這次川普也是一樣啊，就先打了，打了之後再說，因為反正你就是個壞小孩，我先打你只是教訓你。但這種先發制人的做法是美國經常在用，因為他的武力又比較強，全球布局、精準打擊。那當然再加上其他類似像是戰斧的轟炸等等之類，所以他覺得這一套的做法對很多國家具有相當的威懾力。那也可以在軍事的戰場上取得效益。只不過我們看到在中東，這一套的這個做法在伊朗是取得了沒有辦法取得效益。可是老早開始，中國大陸就知道，如果在台海戰爭上面可能面對到美國的這種反擊的話，那就一定要先做準備。是。那這種準備，也就是第一個，我們看到3個東西嘛。第一個，那個20公尺長、6.5公尺寬的那整個飛彈發射孔，它大概是我們叫做即插即用的發射台，它不是在發射。因為只有20公尺長，所以它不是在做這個就是戰略飛彈，而是在做剛才所談到的東風41、東風21航母殺手，還有呢鷹擊21超高音速飛彈。所以這一些它可以很快速的在這個地點，然後呢發射，然後因為它超過2000公里到4000公里之間，所以呢它可以在對整個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有極快速的打擊的能力，而不會遭受到就是美國這邊的，就是這個摧毀。那第二個，你看到這個8角形的很簡單，它就是要破除美國的先發制人，讓你搞不清楚哪一邊，而且它具有第2級打擊的能力，它深入到地底下，這就是我維持我第2級。這個不是在講所謂的那個巨浪3型的那個潛射飛彈，那是從潛艦發射，這是在陸上，它除了來欺敵之外，它也深入到地底，所以使得你第一波打擊下來，你可能沒有效，但它仍然可以在它深入地底的部分呢，具有第2級還擊的能力。那至於你提到，所以其他像是油氣、大型
水利等等之類，我覺得就是要跟你打全面消耗戰的準備嘛。而且這個消耗戰，你現在看到在稀土，在就是能源上面，它形成了一個叫做安全島，也就是在這個稀土，我自己從在儲存量、在生產量，甚至我的技術已經領先全球，我還可以有餘力來去制裁你的時候，當如果真的戰爭發生，其實我這些庫存，我這些技術的優勢，就變成我在戰爭時期的庫存，或者是整個相關設施設備的安全島。是。那這種安全島的概念，也就是讓我跟你進行全面的，就是耗損戰。這種消耗戰。美國哪打得下來？美國打了不到這個1個月，他就跟伊朗必須要停止。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就當然就展現什麼呢？他在做最壞的準備，然後呢，他也在尋求最大的戰略自信，在這些準備的這些作為上。而從這次的伊朗戰爭裡，似乎得到一個驗證：美國面對中國大陸的這些準備呢，其實他過去那一套可能大概沒有用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